Hello，我係主持人 Slider，呢個頻道會為大家介紹世界各地唔同嘅遊戲創作人，以及一些被遺忘嘅經典大作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啦。Street Fighter 陪咗我哋長大啦，一定係1對1格鬥始祖啩，又有波又有星，仲係佢？竟然唔係 Street Fighter 啊！我哋首先要回顧翻上一集，上回講到西山過檔咗 Capcom 並開發咗首個作品 Section Z。諗翻呢個作品咧，都已經1985年推出，而啱啱1985年咧，日本嘅街機市場競爭都非常激烈，多間嘅遊戲廠商咧都不停推出唔同嘅大作。我哋可以睇翻日本喺1985年最受歡迎嘅街機作品，種類可以話係百花齊放嘅，當中包括有功夫動作啦、宇宙射擊啦、電單車競賽啦、武士道動作啦、戰爭動作啦、乒乓球、棒球、摔角等等。而 Capcom 正式成軍咧喺1983年，可以話係一間好新進嘅遊戲公司。雖然除咗西山之外咧，Capcom當時仲請咗藤原德郎同埋岡本吉喜嘅加入。不過喺各大遊戲廠商崛起嘅時代，只有不斷生產優質嘅作品咧，先可以保持到競爭力嘅。所以十本咧，其實俾咗好多機會西山開發唔同類型嘅作品。西山亦都不負所託，開發咗佢喺 Capcom 第4隻作品《鬥者的輓歌》。呢隻作品可以話係繼承咗成龍踢館嘅精髓，並再一次進化嘅一隻作品。作品移植到任天堂之後咧，任天堂版本加入咗對戰模式，而呢個對戰模式咧就成為咗 Capcom 史上第一個遊戲擁有1對1對戰模式嘅遊戲啦。以大部分人對 Street Fighter 嘅記憶咧，大家順理成章都以為係 Capcom 帶動呢個1對1嘅格鬥遊戲潮流，但其實呢個熱潮咧係另有原因嘅。開始之前想借少少時間，多謝有 like 有 share 個 feedback 俾我嘅朋友，我希望盡量做到每星期 update 一次，以及上載一啲 stop motion 小故事俾大家。記得 comment、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啦。喺1984年咧，有4個關於武術嘅遊戲對日後嘅1對1格鬥遊戲影響深遠嘅。可能你會問，係乜嘢令到遊戲界喺1984年有咗咁樣嘅轉變呢？我揾到個答案咧有2個，第一個咧就係空手道，第二個咧就係李小龍。今日等我哋簡單嚟回顧一下啦。時間係1984年5月，遊戲公司 Technos 推出咗個遊戲叫做 Karate Champ， 日文叫做空手道。Karate Champ 最特別嘅地方咧，相信係佢嘅操作方法。總共係有2支 joystick 嘅啫。首先左邊主要可以做到4方移動，包括跳高、踎低、向左向右行啦。而右方嘅 joystick 咧就係用嚟做攻擊嘅，佢大概可以做到15種變化嘅攻擊模式嘅。以當時遊戲嘅設計嚟講咧，呢個設計可以話係破天荒嘅。除咗豐富嘅攻擊模式，令到玩家要作出非常快速嘅判斷，呢個遊戲仲加入咗擋格嘅模式。我個人認為呢個設定咧係將真實嘅武術同遊戲更為拉近嘅。而呢個設定係對日後1對1嘅格鬥遊戲有着深遠嘅影響嘅。遊戲嘅規則同真實嘅空手道都好接近。當擊中對手咧，左上方會顯示你用咩招式嚟擊倒對手，畫面中嘅裁判亦都會即時宣判。而對戰嘅時間咧就係30秒。時間轉到1984年10月，Konami 亦都開發咗一隻受李小龍功夫啟發嘅功夫遊戲，叫做 ER 功夫。主角名字叫烏龍，故事就係以烏龍參加格鬥大會王座杯，並以取得獲勝為目標，以紀念佢嘅已故父親。遊戲操作方面係8方向操作嘅，加一個拳掣同腳掣，同 Karate Champ 一樣引用咗招式系統，可以用到16種唔同嘅招式。主角需要擊倒11個唔同嘅對手咧，先可以爆機嘅。另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加入咗能源棒系統，任何一方咧能源被完全扣掉咧就為之輸啦。能源棒系統咧，其實大家日後可以喺所有唔同嘅格鬥遊戲咧都可以揾到佢嘅蹤影。主角嘅跳躍能力咧都係呢個遊戲另一賣點。喺對戰唔同電腦嘅時候咧，可組合唔同嘅策略，繼而進行攻擊。呢個設定比 Karate Champ 咧更為立體嘅。時間再次轉到1984年11月，遊戲公司 IRAM 推出咗以功夫為題材嘅遊戲 Sparta X。英文功夫 Master。呢個遊戲其實我哋已經喺第1集介紹過啦，係西山龍志奠定行路打交嘅遊戲經典作品。遊戲主要運用視差捲動、李小龍功夫電影同埋簡單操作為主角，製造出爽快嘅遊戲體驗。每一關最後都有大佬同玩家進行1對1決鬥。呢個設定不單對行路打交遊戲或者1對1嘅格鬥遊戲都有着深遠影響。詳細介紹大家可以留意翻本頻道嘅第1集。我哋再跳去1984年12月，另一個以空手道為題材嘅遊戲 Karateka 推出嘅平台並唔係喺街機，而係喺個人電腦 Apple II 上面。
對比之前3個街機作品呢，呢個遊戲嘅故事性同埋人物動作係更加細緻嘅。遊戲嘅操作利用到鍵盤，對於玩開街機嘅朋友呢，可能要需要一啲時間適應。同之前3個作品相比咧，減少咗複雜嘅招式，並改為高中低攻擊，共6個攻擊掣。對於玩家嚟講就更加容易掌握呢，就唔使記咁多複雜招式呢，可以 enjoy 翻隻 game 啦。遊戲創作人 Jordan Mechner 咧，開發呢個遊戲嘅時候，本身呢就喺耶魯大學就讀嘅。由於機能所限呢， Jordan 需要用上轉描技術 rotoscoping 嚟製作流暢嘅動畫。Jordan 亦都好喜歡日本嘅浮世繪同埋日本導演黑澤明嘅作品。佢認為浮世繪同埋黑澤明導演嘅作品呢，都能夠做到一言不發就可以表達好強烈嘅情感。所以 Jordan 呢，其實結合咗以上嘅元素呢嚟開發 Karateka 嘅遊戲。另一個操作呢，就喺決鬥前可以跟對手行禮嘅。我個人認為呢個設定呢，可以令玩家呢更加擁有呢個決鬥嘅投入感。Karateka 一樣擁有能源棒嘅，不過加入咗一個有趣嘅設定，就係能源棒可以透過休息呢嚟恢復能源。只要玩家呢透過休息拉後個人，就可以逐少恢復翻能源㗎啦。遊戲呢一氣呵成式嘅過關推進，同埋運用咗好多電影分鏡呢，大大增加咗遊戲嘅電影感。簡單總結一下，當大家睇過呢4個關於武術嘅遊戲呢，我哋都唔難發現，其實空手道同功夫呢都係相輔相成嘅。其實我哋從歷史角度出發嘅話呢，空手道其實源自於琉球。機緣巧合之下呢，一個美國海軍叫 Robert Trias 喺2戰時期學習咗空手道，並將空手道帶翻去美國，並且發揚光大。喺1945年開始傳授空手道，佢推廣空手道方面不遺餘力。喺1968年仲舉行咗美國第一次職業空手道錦標賽。而功夫就去到1966年，因為李小龍喺美國拍攝咗《青蜂俠》而帶起咗熱潮。由截拳道去到70年代嘅李小龍功夫片熱潮，甚至乎最後去到荷里活喺1984年推出嘅《龍威小子》The Karate Kid。呢股武術熱潮可以話係對西山隆志以及遊戲界有着好深遠嘅影響。我哋可以話 Karate Champ 將武術帶入遊戲，但係如果冇之後嘅3個作品，我哋都未必可以睇到西山隆志創作嘅 Street Fighter。下星期我哋會繼續講翻西山第2個 Capcom 嘅作品《鬥者的挽歌》，繼續追尋開發 Street Fighter 之路。下個禮拜見啦，拜拜。